婆婆最喜欢添油加醋，医生嘱咐我，婆婆血压过高，饮食要清淡一些。我好心让婆婆少吃一些大鱼大肉，婆婆转头就在小区广场哭诉我虐待她。我下楼买菜时，一群大爷大妈指着我议论：“这就是李婆子的儿媳，真是不孝啊！竟然让老人吃青菜豆腐。”老公听说了这些流言，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。怀胎6月，我当场小产，老公和婆婆却冷眼旁观，害我出血过多，当场死亡。再次睁眼，我看着医生把检查报告交给我。到家后，婆婆询问我结果，我藏好包里的检查报告，笑道：“妈，你身体好着呢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听到我的话，不耐烦地把身上的围裙脱下来扔给我。早就说了我没什么事情，非要做什么检查，浪费钱。我笑着附和，眼底却有一丝冷色。你快去做饭，中午我儿子回来可要吃得好点。我拿着围裙笑道：“不如我去菜市场买条鱼吧，再买点肉。”婆婆眼神怀疑地看着我。自从老公1年前被裁员之后，我又因为怀孕不得不停工，家中本就不多的存款就更紧张了。我精打细算，恨不得1分钱掰成2半花。眼看着我突然大方起来，婆婆有些迟疑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今天这么大方了？平常你不是管着全家一毛不拔吗？我一个老婆子，手上可没有钱。”我低下头，有些委屈地说道：“今天我去把出嫁时我妈给我的金项链买了，换了钱，想着能让日子过得好点。”婆婆放下心来，立刻使唤道：“那你还不快去买鱼？我儿子马上就回来了。”丈夫张成自从失业之后，就整日待在家里打游戏。我劝他出去找个工作，他大喊道：“你懂什么？像你一样工作一辈子没出息，我可是要赚大钱的。”他嘴里喊着要赚大钱，行动上却没什么表示。前几天，他看见游戏战队举办了一个比赛，前3名有奖金。张成看到立刻来了劲，嚷嚷着自己要去比赛，要成为职业选手。婆婆在一旁无脑的夸赞，更是让张成迷失了自我。可他也不想想，参加比赛的都是一群年轻人，他都30岁了，无论是反应力还是判断力都没有胜算。上一世，张成不仅连初赛都没进去，还搭上1000块的报名费。买完菜，我将鱼炖上，老公张成脸色不好地推开门，婆婆立刻迎上去：“哎呀，儿子一定拿到不少奖金吧？”婆婆的话彻底点燃了张成，他把背包狠狠摔在地上，愤愤道：“什么破比赛，都是黑幕！”婆婆捡起包，不敢说话，只能安慰道：“我儿子有能力，是他们没眼光。”趁着他们说话的期间，我已经端好饭菜。饭桌上，我开口说道：“这星期我要去产检，老公，你陪我去吧。”张成立刻不耐烦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，刚想开口，却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转变了口风。什么时候？我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就在这周4。”张成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婆婆眼珠一转，默默观察着。吃完饭，我挺着肚子在厨房刷碗。婆婆的闺蜜刘姨来了，刘姨要在家中住1晚。当天晚上，我接水时路过婆婆房间，听见婆婆的埋怨声：“就我这儿媳妇，平日里管着我们不能买太多东西，要节俭，然后自己戴金项链，真是的。”我今天就把她痛骂了一顿，让她把金项链卖了换钱，要不然我儿子辛苦几天到家，连顿肉都吃不上。刘姨顿时附和道：“
妹子，还是你有手段。今天看他刷个碗还装可怜。我们那时候刚生完孩子就可以下地干活了。婆婆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是啊，我这身体前段时间报告出来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听着房中二人的议论声，我脸色变冷。上一世，我听取了医生的意见，不让婆婆吃大鱼大肉，结果婆婆转头就和刘姨说我虐待她。这话被张成听到之后，更是不顾我怀胎6月，一巴掌把我扇下楼梯，害我流产。我苦苦哀求他们叫救护车，结果他们却眼睁睁看着我失血过多而死。死后，我的灵魂久久围在张成身边，不肯散去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张成早就背着我出轨了。出轨对象就是我产检所在医院的小护士，而他们留着我就是看我怀孕，想要去母流子。而当张成和婆婆知道小护士已经怀孕时，我对他们就失去了价值。我抚摸着肚子，暗暗思索，这一世我不仅要离婚，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产检当天，我看着张成心急地环顾四周，直到看到一个身影，眼中顿时闪出一丝亮光。你在这待着，我去趟厕所。张成说完，便猴急地往小护士的方向走去。我冷眼看着，手扶着肚子，皱紧眉头，紧咬着嘴唇。旁边的大娘看我不对，好心询问：你没事吧？我咬得嘴唇发白，颤声说道：我肚子痛。我老公呢？老公。大娘吓得立刻叫来医生和护士。我呼喊着：张成。负责产检的医生见过我，对张成也有印象，他安慰我不要着急，随即便环视四周。广播也开始播报，让张成快到检查室。医生终于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身影，医生快步上前，走近才发现张成的怀里还抱着慌乱的小护士。孟玉婷，你在干什么？医生太过震惊，以至于声音之大惊扰了周围的群众。我眼尖的看见，冲上去：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刚才我肚子好痛。张成咬牙切齿，恨恨地说道：那你现在怎么不继续痛了？林冉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我眼神顿时蓄满了眼泪，难以置信地后退2步。我肚子里的是你和我的孩子，你陪我产检，竟然还去勾搭别的女人。周围有不少孕妇来产检，看向张成的眼光瞬间充满了鄙夷。陪老婆产检还能勾3搭4，渣男，这还是人吗？老婆的肚子都这么大了，小三也是够不要脸的，勾引产检陪同的丈夫，都知道人家是已婚了，还凑上去。孟玉婷的脸越来越红，愤恨地看了我一眼，跺脚想要离去。站住！我叫住她，眼色凌厉，上下打量着她。孟玉婷被我的目光打量得有些不自信。你身为护士，勾引孕妇的老公，你在这工作，谁还敢来你们医院产检啊？孟玉婷的脸色难看，周围的孕妇们都眼睁睁看着，她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。林冉，你够了！我知道你怀孕总是疑神疑鬼，但是不要把气撒到其他人身上。我冷笑一声，说道：我疑神疑鬼？刚才你们2个人抱在一起，大家可都是眼睁睁看着呢。大家给我评评理，你们2个到底什么关系？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张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最后还是院长出面，以医院不得喧哗的理由私下调解。院长十分痛快地当着我面把孟玉婷开除。张成怒气冲冲，拽着我回到家中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就是故意让我和婷婷难堪。我眼神落寞，委屈道：我带着肚子，你却和医院的护士搞到一起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离婚，孩子我也不要了。张成哽住。婆婆见状出来打圆场：哎呀，
那家的男人不偷腥啊，离婚这种话怎么能轻易说出口呢？婆婆给张成递了个眼色，张成嘴角扯起笑容，轻声说道：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别说这种话了。我看着两人的互动，心中暗暗嘲讽，既然婆婆喜欢添油加醋，那我若是不按她说的做，还真是浪费她的良苦用心了。我要吃虾。话音刚落，张成脸色有些难看，这么贵的东西你也要吃？平常的菜是满足不了你了。我的脸顿时垮下来。婆婆笑着推搡了一下张成，买，几只虾哪有我的宝贝孙子重要？说完，婆婆便拉着张成走到门口处。我侧耳听去，哎呀，先哄着他把孩子生下来，到时候你和玉婷想干嘛干嘛，等孩子一生下来，立刻就把他赶出家门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他们想的倒是还挺周全，只是不能如他们的意了。没过一会，张成就拎着虾回来，我瞄了一眼，不满道：这些太少了，而且看起来都不新鲜。张成额头的青筋都开始若隐若现，咬牙道：林冉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皱起眉头，不满道：又不是我想吃，是我肚子里的宝宝想吃，你们张家的孙子想吃。在厨房的婆婆探头出来看了一眼，张成握紧拳头，又出门买了一袋虾回来。我抬起眼皮看了一眼，轻点了点头。婆婆和张成都松了一口气，婆婆立马喜笑颜开地拎着虾进了厨房。吃饭时，我看着盘子里的虾，眼巴巴地看着张成：老公，你给我扒虾吧。眼看着张成不愿意，我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：我累到可就是你儿子累到啊。张成一副吃瘪的表情，不情愿地开始扒起虾。我心满意足地吃完饭，坐在沙发上刷视频。婆婆收拾好碗筷，看到我这副样子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儿媳妇啊，你刚吃完饭就看手机，对胎儿不好。快，你去把碗洗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我放下手机，表情夸张，大声地说：我可是孕妇，那水多凉啊，我可洗不了。婆婆的脸色垮下来，斜眼埋怨道：你以前能洗，现在怎么就洗不了了？好啊，你们这是虐待孕妇，我不生了，我要离婚。我站起身，摆出要离家出走的架势。婆婆的气势顿时没了，急忙让我坐下些好，自己转身去厨房开始洗碗。我心里了然，只要他们还不知道孟玉婷的肚子里怀了张成的孩子，那就会把我捧在手心里。晚上，张成看着手机，小心翼翼地起身去了卫生间。张成走后，我睁开眼，眼中全无困意，仔细听着张成的声音：宝贝，你再等等，等那个黄脸婆生完孩子，我立马就和她离婚。上次刚给你发了1万块钱，这么快就花完了？好，我发，你省着点花，不能再让他发现了。听着张成的声音没了，我立刻闭上眼睛装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。我要吃红烧肉。说完，婆婆的脸色有些难看。怀孕的人不能吃太油腻的，恶心。不是我想吃，是我肚子的孩子想吃。我摆出一副不吃到红烧肉就不罢休的架势。婆婆无奈，我趁机又点了几样菜。婆婆做完饭，看着满桌的大鱼大肉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肉疼。张成中午不在家吃饭，估计是去哄他的小情人去了。婆婆嘴里嘟囔着，知道的是怀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过年了。我假装听不见，每样菜只吃了一小口就不吃了，确实油腻的不行。仅只吃一小口，我胃里都开始翻滚。不过这些菜本就不是给我吃的，我吃完了。我擦了擦嘴，放下筷子。婆婆一脸不满，说道：你才吃了几口，这一大桌。妈，
你吃吧，可千万别浪费，这可都是钱啊！”婆婆哽住，脸色气得发绿，但还是将桌上的菜吃个差不多。吃完之后，婆婆捂着肚子，直呼：“哎呦，撑死我了，头怎么还这么晕啊？”我拿着2杯奶茶回道：“估计是吃多了，来，给你买的奶茶，你尝尝。”婆婆一脸不情愿，刚想拒绝，我立刻补充道：“这奶茶特别贵，平常我都不舍得喝呢。”婆婆顿时改变了心意，接过了奶茶，看着婆婆大口大口地喝起来，我微微一笑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，眼看着婆婆胖了不少。我每次在楼下看见一群大爷大妈聚在一起聊天时，都特意和他们打招呼：“最近看你婆婆都胖了不少啊，你这怀着孕怎么看着还瘦了？”我笑道：“我们年轻人委屈点就委屈点，总不能委屈了老人。婆婆想吃什么，我都亲自下厨。”其他大妈们也附和道：“这年头，这样的儿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。”是啊，有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天大的福气，就是亲生的女儿都未必这么有孝心啊。听着一片夸赞，我笑着和他们道别。我回到家，看见张成在婆婆的房间里，我轻手轻脚地走近，婆婆一脸苦相，哭诉道：“妈，这几天实在是受不住了，天天大鱼大肉，我现在看见肉就想吐。”张成满脸愤恨说道：“妈，我这几天没在家，他竟然敢这么折磨你。”婆婆可怜兮兮地抹着眼泪说道：“都是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妈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的，不用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了委曲求全了。有个好消息，婷婷怀孕了。”婆婆满脸惊喜，立马拍手叫好：“那可太好了，快把她赶出去，付费卡点，等她回来我就提出离婚。”闻言，我轻手轻脚地返回到门口处，然后故意弄出声响，伪装我刚到家的假象。张成和婆婆听到声音，从屋中出来。张成走到我面前，果断开口：“林冉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你把我妈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？”我看向张成身后的婆婆，一张老脸比之前胖了一圈，皱纹都被撑开了。婆婆一脸得意，仿佛在等着看我惊慌失措，跪求张成不要抛弃我的模样。好啊，我痛快答应。张成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，见状，我又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但是房子和车都归我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从此以后和你们张家没有任何关系。”你做梦！张成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先跳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痛骂我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当时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，这房子是彩礼前付的首付，婚后张成好吃懒做，每月的房贷都是我在还。这房子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车是我嫁过来时的嫁妆，和你们就更没有关系了。”婆婆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说不出话。见他们哑口无言，我又说道：“你们要是不答应，那就法庭见。”张成婚内出轨，当时在医院那么多人看着，都算是我的人证。张成额头青筋暴起，咬牙说道：“孩子可以给你，房子必须给我，不然你让我们住大街吗？”林冉，做人别太绝情。我思索片刻，点点头。张成和婆婆虽有不满，但见我答应，还是松了一口气。我找好律师，开始拟离婚协议，签完离婚协议，办好离婚手续，走出民政局。张成满脸得意，说道：“林冉，伤心就哭吧，也不怪我喜欢上婷婷，她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还比你孝顺我妈。”听着张成自大的发言，我轻笑一声，回道：“那她那么好，和你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你年纪大，还是图你没工作，整天好吃懒做呀？”张成恼羞成怒，吼道：“
我看你大着肚子，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？黄脸婆，这就不用你担心了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说完，我就开车离去，只剩张成一人在原地。张成一事无成，年轻时还有张脸可以看，现在就是一副中年油腻男的模样。我产检时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。孟玉婷看到，定然以为张成是个有钱人。张成也肯定是用我的钱在孟玉婷面前装富豪了。如今没有我，不知道孟玉婷还能不能接受一事无成的张成。我租了5星级酒店的高级套房，决定先养好胎，等生完孩子，我再重回职场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会保护好我的孩子，不会让张成母子打我孩子的主意。没过几天，张成的消息就发过来：张成在吗？借我5万块钱，过段时间就还你。张成怎么不回消息？说话呀，很急。张成，好，你就这么绝情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借我？张成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，我索性拉进黑名单。不一会，张成的电话就打过来，犹豫片刻，我接通了。林冉，你把我拉黑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怎么说我也是你肚子孩子的爸爸，别逼我。我冷哼一声，回道：张成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是和你心爱的婷婷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不开心？我阴阳的语气又在他的心上又狠狠地补了一刀。张成沉默良久，最终挂了电话。当时2家商议，男方买房，女方买车，但是张成说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就只付了房子首付10万，每月还8000的房贷。结果婚后房贷一直是我在还，婆婆为了少花钱，故意付了低额首付，没想到这房贷还是要他们自己来还。我担心张成会做出什么偏激的举动，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我决定搬到闺蜜的别墅家住。这天，闺蜜秦瑶给我发来消息：秦瑶，冉冉，你小心一点。保安给我发消息说，有个男人还有一个老人在小区门口徘徊，估计是找你的。我立刻了然，他们竟然找到这里来了。还好我为了照顾好我和闺蜜，特意雇了一个阿姨。选人的时候，我特地备注要身强体壮，最好是练过的。我让保安把张成和婆婆李桂英放进来。李桂英一看见我，顿时炸毛，怒斥道：你在这里享福，把那么贵的房贷留给我儿子，你不知道我儿子现在没工作吗？我和张成已经离婚了，况且之前一直是我还那个房贷，我还的时候也没人体谅我呀。没找到工作是因为他好吃懒做。张成怒气冲冲，快速走到我面前，阿姨顿时大步挡在我身前。张成看着阿姨魁梧的身姿，也有些发怵。这可是我花大价钱找的阿姨，会泰拳。我好心提醒道。李桂英和张成的脸上均有怒意，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。冉冉，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没有爱情，总有亲情在，没有不必要做到这个份上吧？李桂英闻言，在一边附和道：是啊是啊，那个婷婷整日什么活也不做，就知道吃，还嫌弃这嫌弃那，根本就比不上你。张成的脸色有些不好，但还是没说什么。既然你们不想要还房贷，那就把房子给我。我话音刚落，李桂英面上不满，说道：那我们住什么？你给我们全款再买一个房子，或者给我儿子找个工资上万还轻松的工作，我们保证不会再来打扰你。真是异想天开。我心里忍不住嘲讽，还没开口，门外就传来吵闹声。张成，你别给我装死，你找你前妻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出来！是孟玉婷的声音。我让保安把孟玉婷放进来。
孟玉婷一进来就直奔张成：“怎么，你想旧情复燃了？我才刚和你结婚没多久，你就来找你的前妻？”张成眉头挤得能夹死一只苍蝇，不耐烦开口道：“你别胡说，你是怎么找到这的？”孟玉婷满脸狰狞，看到我一脸悠闲，便想上前扇我：“你这个老狐狸精！”阿姨见准时机，直接一巴掌把孟玉婷扇到地上。张成指着孟玉婷，斥责道：“你每天在家什么都不做，房贷都要靠着我来还，就知道给我找麻烦。”孟玉婷也顾不上脸上的疼痛，立刻起身骂道：“我嫁给你又不是给你家当保姆的，没有钱你娶我干什么？装什么有钱人？”李桂英见自己儿子被指着鼻子骂，连忙叉起腰，准备大吵一通。孟玉婷拧眉瞪眼，喊道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！我都怀孕了，你还想让我干活伺候你？嫁到你家不仅当不了富太太，还想让我给你做饭？我在家都不进厨房的！”李桂英气急了，指着孟玉婷喊道：“你这个不孝的儿媳！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！”孟玉婷上前叫嚣道：“你打我呀？最好把我打流产，把你们张家的孙子打没！”李桂英气焰顿时没了，气得拿手扶着自己的胸脯，大幅度呼吸起来。我颇有兴致地看着这场闹剧，忍不住感慨：恶人还是需要恶人来治啊！张成忍无可忍，怒喝道：“都别丢脸了！”孟玉婷见张成真的发怒了，愤愤地站在旁边不吱声。林冉，怎么说我都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如果你不给我钱，就把我的孩子给我。我忍不住皱眉，张成哪里是想要孩子，只是想用孩子拿捏住我而已。我果断打碎他的幻想，开口道：“不可能。”好，那你就别怪我们做事太绝。张成放下狠话，转身离去。李桂英和孟玉婷紧跟着离开。我一下又一下地抚着肚子，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会保护好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很快，我就知道他们的手段是什么了。张成开始在网上发布卖惨视频，口口声声控诉我这个前妻和他离婚之后，把所有的钱都带走，还留下巨额房贷给他们母子。张成在镜头面前哭声凄惨：“我现在不要钱，我只要我的孩子。林冉，你要是能看到这个视频，我求求你，把我的孩子给我。”张成的言语真切，很快在网上激起一阵风波。你这个男人太傻了，搞不好你前妻是有情夫了，不然怎么会打着肚子就敢离婚？现在的好男人不多了，这女人也不知道珍惜，现在还单身吗？我嫁你！秦瑶在网上看到这些负面评论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们凭着一张嘴就在网上这么诋毁你，那些网友还相信张成一张老脸那么丑，竟然还有人穿想嫁给他。我安慰秦瑶别急，网上的风评就是这样，一个舆论出现，就像一块肉扔到了老鼠堆里，不管饿不饿，都会扑上去啃两下。我并不着急，既然他们想用舆论压我，那不妨让子弹飞一会。网上的热度越来越高，张成也开始立好男人人设，发布一些健身还有做饭视频，吸引了一大批女粉，趁机开启了直播。直播中，粉丝们纷纷在直播中留言：“老公，人夫感满了，终于理解男生为什么喜欢看人妻了。他前妻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能放过这样的好男人？想嫁？”张成看着直播间的言论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家不要去说我的前妻了，毕竟我们结婚了很多年，虽然现在没有感情了，但还是不要去指责他了。我现在只是想要我的孩子，我实在不放心我的孩子跟着这样的妈妈身边长大。”看着张成虚伪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直播间各种特效礼物满天飞，张成眼底的光也越来越亮。不过也很期待这些粉丝在知道张成的真面目之后会是什么表现。热度发酵得很快，距离预产期还有3月了。我看准时机，发布一段视频，是张成3人来找我的那天的家里的监控视频。张成3人的嘴脸在监控视频里揭露无遗。这段风波本来即将平息，现在因为这段视频热度再次升高，众多粉丝去张成的视频评论底下留言，有询问真相的，还有直接开骂的。张成立刻关闭评论区，这一举动无疑是承认了视频的真实性。我建了一个新号，发布澄清声明，网上的风评开始倒向我。张成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接通，林冉，你竟然这么卑鄙，竟然放出监控视频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你都不在乎，我还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回道，除了这2句话，你还会说别的吗？张成沉默，隔着手机我能听见他因为愤怒而急促的呼吸声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。张成轻笑一声，但是你太晚了，我赚的钱已经足够补完房贷了，现在我不需要还房贷了，等这段时间过去，就没有人再记得我们了。我懒得理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没多久，我很快就要生产了，这段时间秦瑶更是请了长假，专心照顾我。她担心张成一家会报复，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也不让我出门。这天，秦瑶拿着手机给我看，说道：“张成又出来作妖了。他说李桂英生病住院，要广筹医药费，还放出了医院的照片，还有病历，看着还挺真的。”我轻笑回道：“就是真的。李桂英之前跟着我吃了大鱼大肉，这段时间又是鸡飞狗跳，心力交瘁，难免会病倒。”我和秦瑶说了故事经过，秦瑶的眼神越来越佩服，只说：“冉冉真是太牛了，看着他们现在真是罪有应得。可有上次的事情，没人会相信张成一伙人。”没多久，张成的账号就被举报封号了。我不想太多关注与我无关的人，本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与这家人再见，没想到几天后我就见到了他们。因为快到临产期，索性秦瑶就陪着我住到了医院。在医院，我看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李桂英。李桂英躺在病床上，与其他病床上的病人相比，她看起来很惨淡。不仅身边没有陪护的人，而且床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杯水都没有。我拉住从病房出来的护士，询问道：“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2号床的家属不在吗？”护士听到我的问题，迟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如实相告：“那是我前婆婆。”突然看到她有些好奇，护士放下了防备，忍不住唏嘘：“儿子一看治疗的钱太多，就说不治了，人也不接回去，就这么在这躺着，也动不了，怪可怜的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透过门缝，李桂英看见我，顿时情绪激动，手想抬起来指着我，抬了几下也没举起来，最后只能落在身旁，止不住的颤抖。李桂英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我，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中是什么感受，不过她也没办法告诉我了。我转头就走了，在拐弯处看到了李玉婷，她脸色苍白。我看了她走来的方向，看样子是流产了。我怕她现在和我起冲突，我侧身绕路避开她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再没看见过他们。秦瑶陪着我顺利生完孩子，是个女孩，刚生下来的样子不太好看，但是我的心却仿佛被填满了一般。出院后，我还是住在秦瑶家坐月子。关于张成的消息，我也听说了，因为不想出去找工作，
于是他迷上了地下赌博，一次又一次的输赢之间，终于他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于是他又开始联系我，我直接把他拉黑删除，顺手报警举报他赌博。以我对张成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只染上赌博这一条劣习。果然，不仅赌博，他还嫖娼，甚至吸食违禁物品，条条列列，足以让他吃上国家饭了。而我恢复完身体之后，我开始找工作，快速进入职场。我的能力和经验让我很快在社会中立足，女儿的学习成绩也很好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肯定会更加明媚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